寒风卷起枯叶，破败木屋前，须发皆白，满脸褶皱的老者凌晨艰难地扬起斧头劈柴。几个年轻杂役弟子路过，投来鄙夷和嘲讽的目光。看那个老家伙，都这个岁数了，还赖在宗内。就是啊，老不死的没有一点自知之明。听说他来宗门杂役峰都100多年了，修为还在淬体3重呢。凌晨对嘲讽充耳不闻，浑浊的眼睛半睁半闭，感受着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死寂冰寒，内心充满无奈与绝望。呵呵，穿越百年，碌碌无为，最终还是要像野草一样沉寂在这个默默无闻的角落。就在凌晨即将彻底接受命运时，一道冰冷的机械提示音在他脑海中炸响，眼前弹出蓝光屏幕，显示无敌人生系统绑定成功及个人面板，面板上年龄1岁的字样刺眼。恭喜宿主真正诞生在这个世界，正式绑定无敌人生系统。扫描宿主情况，个人面板开启，开始下发第一个任务。身为人类的宿主，请学会人类语言，完成获得道品天赋庚金灵体。系统无敌人生系统来了，穿越整整100多年，即将老死的时候，狗系统终于来了。但是年龄1岁是什么鬼？学会人类语言又是什么鬼？老子都在这个世界说了100多年的人话了。凌晨用最流利的人类语言疯狂输出百年憋屈。我靠，老子100多岁了，系统你告诉我，我才刚诞生，学会人类语言，老子这土著语说的比你都溜。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学会人类语言，任务奖励庚金灵体发放中。不是，这就完成了，我就是骂了你几句，这就叫学会人类语言了。你这判定标准是不是有点太随意了？凌晨脸色一变，察觉到身体内部爆发的巨变，毫不犹豫放下斧头冲回房间。身体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干瘪血肉重新饱满，衰败血液被带着金色光泽的新生血液取代，褶皱皮肤脱落，露出新生肌肤，骨骼发出脆响。力量，前所未有的力量感，这种感觉太美妙了。改造平息，凌晨活动身体，外表虽仍苍老，但已非之前死气沉沉，眼中爆发出炽热光芒。这就是系统的力量吗？百年废柴，一招翻身。检测到宿主已成功觉醒庚金灵体，天赋提升至道品，更新个人面板，发布新任务。宿主已拥有道品天赋，可以正式踏上修仙之路，请成为仙宗弟子。任务奖励大日更金呼吸法的品，聚气丹成100。凌晨查看系统面板，看到成为仙宗弟子的任务。成为仙宗弟子，根据玄天仙宗的规矩，自己现在可就是玄天仙宗登记在册的杂役，也就是说，这个任务白给。检测到宿主当前身份已经是玄天仙宗弟子，任务仙门弟子已完成。任务奖励大日更金呼吸法地品，聚气丹成100，已发放至系统空间。这狗系统虽然有时候不太靠谱，但这任务完成判定倒是挺智能，省去了我不少麻烦。地品的大日更金呼吸法，还有100颗聚气丹，这奖励无敌了。凌晨准备修炼，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个人面板更新，年龄从1岁变为20岁。啥玩意儿？自己直接从1岁跳到20岁了，这中间的19年呢？被狗吃了。发布新任务：20岁的你遇到了18岁可怜少女柳如烟，请指点玄天仙宗新晋杂役弟子柳如烟玄水剑法一次。任务奖励：玄水剑法大成，无敌剑道资质。啥玩意？20岁的我遇到了18岁的柳如烟，而且指点玄天仙宗新晋杂役弟子柳如烟。狗系统看样子是真的老年痴呆了。柳如烟，人家现在是玄天仙宗高高在上的圣女啊！凌晨尝试与系统沟通无果，最终无奈接受现实。算了，不想了。无论这任务有多么离谱，既然发布了，总得想办法应对。自己的实力还是太低了，先修炼到淬体圆满，然后再去完成这个任务吧。凌晨盘膝坐下，运转大日更金呼吸法，汹涌的天地灵气汇聚而来。凌晨修为节节攀升，气血波动不断荡漾。7日时间，凌晨一直沉浸在修炼当中，凭借道品天赋和庚金灵体，从淬体3重一路突破至淬体9重圆满。第8日深夜，木门打开，凌晨走出，眼神清明，神光湛湛。7天从淬体3重突破到淬体9重圆满，道品天赋庚金灵体果然很变态。如今我这实力，在杂役弟子中也可以横着走，倒是可以去拜访圣女峰了，就算碰到麻烦也不惧。凌晨目光眺往圣女峰方向，手中储物戒微光一闪，出现一枚干枯的印花。凌晨眼中闪过回忆之色。凌晨佝偻着身躯，走向灵气浓郁、仙鹤飞舞的圣女峰。李轩带着几个跟班，怪笑着拦住去路。哟，这不是杂役峰那个老不死的凌晨吗？老家伙，不好好在你的狗窝里等死，跑到这圣女峰来做什么？就是赶紧滚回去，别脏了圣女峰的地界啊！李轩伸手欲推凌晨，反被凌晨闪电般抓住手腕，捏得骨头作响。李轩惊怒，与跟班一同围攻凌晨。你放开我！你想死吗？凌晨轻易拧断李轩手臂，随手拍飞2个跟班，瞬间秒杀3人。周围看戏弟子目瞪口呆，围观弟子惊呼：我去，这老头这么强啊！外门弟子王浩出现，厉声呵斥，并对凌晨出手。小小杂役，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圣女峰杀生凶伤人，
是又如何？王浩力找攻来，凌晨不闪不避，简单一拳轰出，拳风如锋锐巨剑，王浩手骨断裂，胸口塌陷，吐血倒飞。这老家伙这么看的？全场死寂，众人如同看怪物般看着凌晨。2名气息更强的圣女峰首山弟子跃下，住手！一群杂役弟子竟然敢在圣女峰前斗哦！凌晨面对2名气息凌厉的首山弟子，恭顺开口：“老朽凌晨，乃杂役峰弟子，有要事求见圣女大人。”杂役弟子求见圣女大人。首山弟子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老头，你没睡醒吧？我没追究你在圣女峰前扰乱清静，你还想做什么春秋大梦？圣女大人何等身份，岂是您想见就能见的？赶紧滚！”再往前一步，休怪我剑下无情。凌晨知道跟他们多说是没用的，凌晨取出柳如烟所赠印花呈现。圣女曾有言，让我有事拿这枚印花来找她。快走，随便拿个东西就想见圣女。等等，师兄，圣女10年前确实提到过这个印花，这是圣女大人登位时亲口交代要注意的印花。2名首山弟子瞬间脸色煞白，冷汗浸湿后背。师兄恕罪，我等有眼无珠，不知前辈身份，还请前辈恕罪。劳烦2位师姐带我去见圣女。首山弟子慌忙引路传讯，凌晨在周围弟子惊疑目光中踏上台阶走进圣女殿。柳如烟收到传讯，坐立不安，仔细检查妆容衣裙，神情紧张期待。没想到今日她竟然主动来了。凌晨哥哥竟然来了，是遇到什么无法解决的困难了吗？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凌晨在引路弟子带领下抵达，远远看到一道风华绝代的雪白背影，背影转身，柳如烟绝美鲜颜映入眼帘，美眸中情绪复杂。凌晨哥哥，凌晨身体猛震，眼中充满难以置信。引路首山弟子懵了，目瞪口呆。圣女大人，称我一个老杂役为哥哥。你先退下吧。是，圣女大人。只剩凌晨与柳如烟2人。柳如烟走近，俏脸绽放喜悦笑容，眸底深处却带着一丝幽怨。凌晨哥哥，你怎么老了这么多？呵呵，是啊，100多年了，能不老吗？柳如烟察觉凌晨的不自然，关切询问：凌晨哥哥，你这次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记得10年前我成为圣女时，举办圣女大典，派人去请你，你都没有来。凌晨强迫自己冷静，脸上露出歉意。圣女大典，当时我这副老骨头去了也是给你添麻烦，就不去凑那个热闹了。这次来找你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老朽感觉自己大限将至，时日无多了。回想这100多年浑浑噩噩，了无生趣。唯有当年在杂役峰，圣女还算待我真心，所以临死之前就想来看看你，也想回顾一下往昔，就是不知能不能再指点圣女一番玄水剑法。凌晨内心极度尴尬羞耻，老子这辈子都没这么丢人过。系统，你真的是个人才。柳如烟听完没有嘲讽，反而眼中闪过一丝迷茫，随即绽放绝美笑容。玄水剑法，好啊！柳如烟唤出本命灵剑冰魄寒光剑，凌晨拿起剑，那便劳烦凌晨哥哥指点了。凌晨握着冰冷刺骨又带着柳如烟手心余温的灵剑，感觉如同握着烙铁，烫手，太烫手了！这哪里是指点，这分明就是公开处刑。凌晨硬着头皮，手握冰魄寒光剑，开始比划玄水剑法，并进行尴尬的指点。柳如烟乖巧配合，拿出长剑演练，时而故意出错。凌晨装模作样，嗨，这个起手式要气沉丹田。凌晨哥哥说的对，这一招出剑要快准狠。柳如烟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哎呀，凌晨哥哥，我错了。你一个元婴大能，会连最基础的玄水剑法都练错，你怕不是在逗我？凌晨如同被架在火上烤，煎熬的进行完半个多时辰的指点，系统提示音终于响起。恭喜宿主完成任务，指点玄天仙宗新晋杂役弟子柳如烟玄水剑法1次，任务奖励玄水剑法大成，无敌剑道资质已发放。终于结束了。凌晨飞快将冰魄寒光剑给柳如烟，转身欲走。嗨，那个圣女大人，既然指点完了，老朽就先告辞了。柳如烟玉手一翻，取出一枚宝光莹莹的储物戒指，强硬塞到凌晨手中。柳如烟语气坚定，带着不舍：凌晨哥哥，你刚才说大限将至，这里面是一些丹药和修炼资源，虽然可能无法让你逆天改命，但应该能让你多支撑一些时日。你好好修炼，不要放弃。以前凌晨哥哥庇佑我，一直没有机会报答。凌晨哥哥不收的话，今日可离不开圣女峰了。好吧，既然这样，我就收下了。有朝一日我会报答圣女的。我还是喜欢凌晨哥哥跟以前一样叫我如烟更好。不行，你可是圣女殿下，老朽先走了，圣女保重。凌晨落荒而逃，迅速离开圣女峰。柳如烟静静伫立，目送他离去，轻抚剑柄，脸上泛起动人绯红。凌晨哥哥，你终究还是主动来找我了，这就说明你心里还是有我的，对不对？凌晨长松一口气，回想圣女峰经历，老脸滚烫，心跳加速。
太刺激了，活了120年，竟然还是个连姑娘小手都没牵过的老处男。凌晨查看柳如烟所赠储物件，神识探入，倒吸凉气。数万下品灵石，几十块中品灵石，10几瓶珍贵丹药，2门玄品功法，3门黄品武技。柳如烟这丫头出手未免也太大方了吧？凌晨感受着戒指里的资源，凌晨自嘲一笑，估计整个大荒界除了我之外，再也遇不到第二个运气这么好，能吃到圣女大人软饭的人了吧？这么好的女人，不知道以后要便宜谁。凌晨查看戏子面板，看到无敌剑道资质和玄水剑法大成，豪情万丈。他拿起破铁剑，来到后山僻静树林练剑，试试这大成境界的玄水剑法，配合无敌剑道资质，威力如何？凌晨闭眼，随手一剑刺出，一股锋锐、灵动、柔韧的气意境萌发，与天地规则共鸣。凌晨心中暗爽，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剑意？自己只是随手演练一遍最基础的大成玄水剑法，竟然就领悟了无数剑修梦寐以求的剑意。异变陡升，以他为中心，方圆数百里，万剑齐鸣，无形的剑意波动席卷整个玄天仙宗。外门长老震惊，这是剑意，好精纯的剑意，谁是哪位剑道前辈？一道道恐怖身影从宗门各处冲天而起，射向杂役峰。凌晨收剑，目瞪口呆，内心一惊，这下糟了，完脱了。凌晨心有余悸，感受着万剑齐鸣和宗门大佬的降临，系统提示音响起，发布新任务，你成功获得了18岁少女柳如烟关注，但这还远远不够，在她崇拜的眼中，你应该更加光芒万丈。请宿主报名参加即将开始的玄天仙宗杂役大比，展露锋芒，创下玄天仙宗有史以来最快脱离杂役峰纪录。任务奖励：玄品中阶武技叠浪剑法，聚气破境的 X1。凌晨看着任务描述，内心震惊不已。啥玩意儿？18岁少女柳如烟的关注，狗系统，你这数据库延迟了1个世纪了吧？参加杂役大比，展露锋芒，创下最快脱离杂役峰纪录，神他妈最快脱离杂役峰纪录，老子都在这杂役峰待了120年了。凌晨内心疯狂吐槽，但目光落到任务奖励时，呼吸急促。玄品中阶武技叠浪剑法，还有破镜丹，这奖励太诱人了。凌晨眼神一凝，做出决定，干了！不就是参加个杂役大比吗？不就是被当成老妖怪围观吗？为了玄品武技，为了破镜丹，为了更美好的明天，这张老脸不要也罢。凌晨盘算大比时间，决定利用半月时间沉淀修为，学习柳如烟所赠武技。大半月后，杂役大比报名最后一天，人头攒动。凌晨背着破铁剑，慢悠悠走来，瞬间吸引全场目光。众弟子错愕、讥讽、嘲笑。我靠，我没看错吧？这不是杂役峰那个活了100多年的老不死凌晨吗？他来这里干什么？难道是也要报名参加杂役大比？开什么玩笑？他都快120岁了吧？这老家伙是老糊涂了吧？凌晨对嘲讽充耳不闻，神色古井无波。报名。管事弟子愣了一下，又很快反应过来。好了，凌晨淡淡应了一声，无视周围嘲笑，转身离开，身后爆发更响亮的哄笑。消息迅速传开，杂役峰轰动，众弟子议论纷纷。听说了吗？凌晨那个老废物居然报名参加杂役大比了！真的假的？他不是都120岁了吗？还只有淬体3重吧？千真万确，好多人都看到了。天哪，他这是受什么刺激了？还是活腻了想找死？柳如烟本来百无聊赖的听着守山弟子关于报名杂役大比的汇报，但听到凌晨的名字后，他美眸闪过一丝讶异，嘴角勾起饶有兴致的弧度。凌晨哥哥，他竟然要去参加杂役大比，莫非是感觉自己大限将至，想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拼尽全力搏一次，不留遗憾？柳如烟眼中闪过一丝决断，吩咐守山弟子：你去通知外门大长老，就说本圣女对此次杂役大比有些兴趣，届时会亲临观摩。什么？圣女大人，您居然要去亲自观摩杂役大比？是，弟子这就去通知。外门大长老王远山听到消息，一口茶水喷出，猛地站起。你说什么？圣女大人要来观摩杂役大比？王远山接到正式通知，随意惊讶到额头冒汗，但还是立刻下定决心，一定要大办特办。圣女亲临消息如重磅炸弹传开，杂役弟子们彻底疯狂，纷纷摩拳擦掌，疯狂修炼，准备表现。圣女大人要来看我们比试，我的天哪！若是能在大比中表现出色，被圣女大人看中，那未来简直不可限量。凌晨在屋内听到外面喧嚣和圣女亲临的消息，整个人愣住，眉头紧锁。柳如烟，她要来观看杂役大比，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我报名参加之后，她就要来了，这未免也太巧合了吧？她该不会是冲着我来的吧？演武场人山人海，气氛热烈。高台上，柳如烟一出现，天地失色，所有弟子目眩神迷。圣女大人，是圣女大人。柳如烟目光第一时间精准锁定人群角落里的凌晨，美眸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和期待。一道传音悄然传入凌晨耳中：凌晨哥哥，加油哦！果然这丫头真的是冲着自己来的，还传音。大比开始，执事弟子念对战名单，念到凌晨对战张浩，这位淬体9重种子选手时，引起全场哄笑。哈哈哈！凌晨对张浩，这老东西运气也太差了吧！张浩师兄可是淬体9重，这下有好戏看了。看这老不死的怎么被打得满地找牙。擂台上，张浩面容英俊桀骜，对凌晨自然是不屑一顾。
老东西，现在滚下去，还来得及，免得等会儿伤了你这把老骨头。然而凌晨只是平静的抬眼，张浩猛虎般扑来，凌晨慢悠悠抬剑，随意一挥，张浩以更猛速度倒飞下台，吐血昏死，全场死寂，所有人如同见了鬼。柳如烟美眸异彩连连，直视弟子变调宣布结果。决赛结束，胜者凌晨。海选赛结束，凌晨一剑秒杀张浩的震撼扩散，他没想到柳如烟居然会再次传音。凌晨哥哥，你真的好厉害呀！哥哥超级棒，不愧是凌晨哥哥。还来，大姐，咱能低调点吗？消息传出，圣女要巡视杂役峰，缅怀旧忆。杂役弟子们彻底疯狂，纷纷回住处或人多处表现自己。整个杂役峰鸡飞狗跳。柳如烟在长老陪同下随性游览，最终恰好来到凌晨破败木屋前，看到正在劈柴的凌晨。这位老人家倒是让本圣女有些意外，百岁高龄仍不坠青云之志，固守本心，坚持劈柴。不，是坚定道心，追随长生大道，实属不易。如此向道之心，堪为我辈修士之榜样。周围偷听弟子眼珠快瞪出来，凌晨劈柴动作一僵，心中警铃大作。我靠，这丫头又想搞什么幺蛾子？柳如烟吩咐守山弟子赠予凌晨数瓶丹药，具有地元淬体、凝神、养血等功效。这位老人家如此不易，本圣女也不能毫无表示，望他能在求道之路上走得更远一些。多谢圣女大人厚赐，不必客气，应该的。柳如烟带人飘然离去，周围弟子羡慕嫉妒恨，捶胸顿足。凭什么这个老废物能得到圣女大人的青睐？我不服！演武场上的气氛比昨天更加火爆和热烈，不仅观战的弟子更多了，就连高台上也多了一些闻讯赶来的内门长老，显然都是冲着圣女的面子来的。凌晨依旧是背着破铁剑的模样走来，昨天放出狠话的杂役种子选手看向凌晨的眼神，更是如同饿狼看到了猎物，恨不得立刻冲上来将他撕碎。能晋级到这里的，无疑不是杂役弟子中的佼佼者，至少都是淬体7重以上的修为。当凌晨出现在高台上的巨大水镜上时，再次引起了一阵骚动。老东西，昨天让你侥幸赢了一场，今天遇到我刘猛算你倒霉。我劝你现在立刻跪下认输，否则等会儿我出手，可就不是断几根骨头那么简单了。你找死！刘猛刚猛掌风袭来，凌晨依旧慢悠悠抬剑，轻轻一挥，刘猛以更快速度倒飞下台，吐血昏死，又是一剑秒杀，全场再次死寂。随即哗然，高台长老们惊愕起身，柳如烟美眸异彩更甚。接下来的比赛彻底变成凌晨个人秀，无论对手是淬体几重、8重、9重，还是种子选手，全部一剑秒杀，凌晨脚步都未曾挪动。这老头是魔鬼吗？太强了，全都是一剑啊！变态的百岁老头。接下来凌晨一路横扫，以全胜且全部一剑秒杀的恐怖战绩，强势挤进大比前10名。王长老，您说圣女大人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是啊，赏赐丹药也就罢了，还称赞那老头是榜样，这或许真如圣女大人所言吧。那凌晨虽然年事已高，但这份百折不挠、至死不渝的向道之心，确实有其可取之处。也许圣女大人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才出言勉励，并略施赏赐吧。总不能说圣女大人看上那个糟老头子吧？那也太离谱了。众长老闻言也觉得似乎只有这个理由比较合理，便不再深究。他们哪里知道，真相就是他们觉得离谱的那个。这一切都只是因为柳如烟想找个借口，光明正大的给他的凌晨哥哥送点好处罢了。凌晨站上决赛擂台，对手是年仅18岁、巨气一从的天骄王腾。台下议论纷纷，都认为冠军非王腾莫属。你很不错，以100岁高龄能将淬体经修炼到如此地步，你的毅力和悟性值得敬佩，勇气可嘉。看在你年事已高的份上，等会儿动手我会尽量轻一些。当然，若是你现在选择认输，也能保留几分颜面。凌晨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是不会放弃比赛的，也不会向你这小后生认输。后生，既然你冥顽不灵，那别怪我手下无情，就让你这井底之蛙好好见识一下淬体与巨气之间那如同天堑般的差距。比赛开始，王腾真气爆发，利剑带着凌厉气势直刺凌晨心脏，速度快到极致。凌晨眸子骤然爆射金光，小成剑意与庚金之力爆发，秀气铁剑缠绕淡淡金芒，迎着王腾石破天惊的一剑，简单递出。庚金灵体之力，剑意雏形，两者叠加。王腾的利剑连同真气被轻易剖开，恐怖力量轰击在他胸膛，骨裂声清晰可闻。王腾吐血倒飞，砸落台下。全场死寂，若真可闻。决赛结束，胜者凌晨。全场哗然，彻底炸锅。赢嘞！那个100岁老头真的赢了，还是一剑秒杀巨气境。120岁晋升外门，刷新了最慢纪录，却创造了最快取胜纪录。一些弟子意识到凌晨120岁晋升外门，刷新了最慢晋升纪录，目光复杂。
外门大长老王远山嘴角抽搐，宣布凌晨夺冠并晋升外门，颁发奖励下品灵剑丹药。王远山强忍别扭。本届杂役大比圆满结束，最终魁首林晨按照宗门规矩，林晨即刻起晋升为外门弟子，并奖励下品灵剑还有黄品丹药1瓶。柳如烟起身离去前，对凌晨俏皮眨眼，凌晨心里咯噔一下，第一时间溜回木屋。又来，生怕柳如烟再搞出什么幺蛾子。不管那么多了，这狗系统的任务总算是完成了。当务之急是先回去看下系统奖励的功法，得想办法突破才行。我这把老骨头可撑不了多久了，再不突破，这身残躯可就真的要油尽灯枯了。木屋内，系统提示音响起，发放任务奖励。叮，恭喜宿主完成任务，最快成为外门弟子。任务奖励选品中阶5级叠浪剑法，破金丹成1，已发放至系统空间。凌晨嘴角抽搐，最快记录，系统你开心就好。凌晨吞下破金丹及所有库存丹药，运转大日更金呼吸法，全力冲击聚气境，瓶颈破碎，天地灵气疯狂涌入，丹田形成气海，修为一路飙升，困扰了他120年的凡俗桎梏，在系统到来的短短不到1个月时间内被他彻底打破。数日后，凌晨睁眼，